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摩洛哥。今天呢，我给大家介绍10点来摩洛哥的旅行小提示。第一个就是这边的 SIM 卡，你下飞机呢就可以看到有3个运营商。我买的运营商是叫英伟，那个是流量最多的，10欧元，大概是15GB。然后我这几天用下来发现非常的慢，所以我建议大家买另外一个是 Orange 是10欧元。有10GB。其实说实话，你在外面旅游10GB 足够了。你看地图发信息非常够用，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买 Orange。然后呢，这边它那个不是给你个小的 SIM 卡吗？它 SIM 卡你那个不要扔掉，因为上面有一个开机密码。因为这边如果你要重启机的话，你要先输入那个开机的密码才可以。大家要注意的是，就是在穆斯林国家，女性的话，基本上她是不允许你拍照的。男性的话，我碰到很少。就是前几天我在那个 SL 我在那边拍房子的外观，然后里面有一个人在，应该是裁缝吧，然后我就拍得很远，然后因为他说阿拉伯语嘛，他说应该是在说不要拍，然后他就冲出来叫我看，我说我给他看，然后都是房子很远，因为我站在很远拍，我给大家看一下那个视频，我站在很远拍，基本上他就是一个小黑点，所以他也没有说什么。第三点就是在这边买纪念品。大家一定要往死里面看。我建议大家，第一个是一定要货比三家，第二个是往一半看。货比三家的原因呢，我的当时是在我当时买那个小骆驼这么小一个100块，然后是10欧。买了一个那个魔法盒子是220。当时因为我没有货比三家，所以他跟我说是 Tuya Wood 是非洲香松木，我还上网查一下，非洲香松木好像确实还挺贵的，好像国内叫什么芽柏。我想然后我当时也是第一次看到没有货比三家，我在想好像挺贵的，确实是不是值这个价，而且它确实挺好看的。后来我就基本上没有还价，我当时大脑已经短路了，被那个稀缺的那个芽柏觉得很像那种女生去买包，什么爱马仕啊，什么限量，我想这个好像挺稀有的，然后我就直接买了。然后到了第2天，看到摊子上那个骆驼这么大一个也是100块，大3倍。然后那个魔法盒子，我看到那个摆地摊上100块，还看到80块。后来我100块钱我又买了，我等于买了2个那个魔法盒子。所以说大家货比三家，而且大家买纪念品尽量到那种小摊上买。我发现小摊上不管是在市集还是在哪个地方，小摊上卖的会便宜很多。我第2个魔法盒子就是在小摊上买。然后杀价，大家刚开始来不要腼腆，一定要大胆的杀价，先杀下去再说，先看看他的反应再看。因为这边起价起得很高。但是我觉得大家手工艺品，我现在发现没有杀价的是昨天其实买的那个木头，我觉得它是手工雕的，那个确实30欧我觉得挺划算的。我记得当时我在非洲叫朋友带一个木雕的，我都花了100美金。就是很贵，就相当于1000当地币。还有一个就是盘子，有一个盘子很漂亮的，我觉得是那种手绘的那种盘子，它是要400欧，还它300他都不卖。所以说有一些像手工艺品，大家可能觉得比较好的，还像画那个绘画，我绘画也看中了一个，我本来确实想买的，有一个它是3000，就是300欧，然后还到150欧，也还了100。最后还是他说可以，但是他没有框，后来我就没有买。因为我想叫他加框，加了框可能效果不一样，而且要等很久，所以我就没买。关于纪念品，我想补充一点，大家街上看的那些什么木头熏香、茉莉花球，还有各种花茶，基本上都是上面喷了香水，闻着很香，因为是一个店主跟我说的。然后我又亲眼证实了，我自己买的一袋茉莉花茶也回家扔了，因为有股味道。所以大家买吃的用的其实可以去逛逛家乐福，质量都非常好。第4点就是大家在网上订好住宿以后的话，来现场都会收一个城市税，大概是2欧到3欧一晚，要现场用现金交。第5点是这里索要小费的文化，这里基本没有免费的午餐。
你在店里看东西的时候，老板会很殷勤地说可以拍照，然后你不买，他就会问你要小费，一般你就说个谢谢，掉头走人即可。还有一次就是我去看染布坊，也是先进去了说可以看，然后看完托我去看他们的皮革制品，奇贵，我没买后就问我要了参观费，而且态度非常强硬。另外一次是问路，那个小子很热情，但是跟我说我要去的地方马上关门了，他们那边有个什么活动很好看，其实就是把我带去了他的店里消费。后来我到了要去的那个景点，看了开门的时间，才知道他骗我的。摩洛哥呢是基本上没有刷卡的，我只在那个买画的那个地方，或者是买那种很贵的纪念品，就超过几十欧元以上，它才可以刷卡。一般小店啊、吃饭啊都不接受刷卡，所以大家还是像我以前推荐的一样，带一点现金来这边换，不要带太多，然后来当地银行 ATM 取钱，这样比较安全。当地取钱大概是30到35个当地币的手续费。下一点呢，就是这边不可以带无人机。怎么说呢？可以带无人机，但是最好不要带，因为网上很多人说在机场啊会被索要小费。然后我去过中东的国家，约旦我带了，埃及我是没有带，因为网上也有很多你知道不好的一些故事。然后这个地方我也是没有带的。我后来想一下，我们下飞机的时候，他拿完行李，他还有一个过那个安检的。有些国家是抽查，基本上90%的国家是抽查，但是这个地方呢，它是每一个人都要把行李再放一遍，放过去。如果他一看到你有无人机，可能就比较麻烦。然后我后来想，如果你到时候你拿完行李抽，然后要走那个出去的时候，你就把那个无人机，如果我是那种很小最小的无人机，把它塞到口袋里就不要紧，但是你要有一个很大的口袋，不要让它看出来，还有一个遥控器，全部塞在口袋里，应该是可以带进来的。就主要是你拿完行李出来的那一下，每个人都要检查，大家记得注意一下，最好是不要带，反正能带的话就带着被索要小费或者是被缴的行李。第8点，因为我去的2个城市索维拉和马拉喀什都非常适合步行，所以一双好走的鞋很重要。我建议马拉喀什至少要2天的时间逛，索维拉1天左右。另外一点呢，就是大家去机场可以坐11路和12路，它只要4块钱。如果大家坐直达的，好像是要30。然后它那个车站是没有站牌的，所以我刚刚还问了一些人。所以大家去机场可以用那个谷歌地图，然后它那个点是非常正确的。然后车子来的话，你看到11路、12路，你就招手就好，它就会停4块钱，所以便宜很多。这边坐车大家一定要准备好零钱，你直接拿零钱给司机，不要带太大的，因为他还是会找你，但是不要带太大的。然后从市中心到机场大概是4、5个车站左右，所以还是比较近，比较方便的。最后安全问题，我建议女生最好有伴，如果一个人也可以，但就是要多长个心眼。这里没我去的像伯利兹那么恐怖，因为街上都是游客，但一个人最好不要相信任何人。Don't believe anybody. 虽然这里也有好人，但真的不多。男生我觉得无所谓，没什么大问题，不要硬来，遇事就跑呗。我唯一感到紧张的就是在染布坊要走的时候，确实是2个人把我拦住不让我走，不过最后我就说没钱，给了20就硬走了。